曾国藩靠什么组建起了强大的湘军？曾国藩字伯涵，晚清名臣，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。1853年，曾国藩因为母亲去世，回到湖南守制，也就是守孝。朝廷命令曾国藩在守制期间，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督办湖南团练。话说1851年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，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当中，各省其实都有地主乡绅组建团练对抗太平军。随着形势变化，曾国藩决定组建一支新的军队，这就是湘军。要知道，曾国藩在组建湘军之初，手下没有一兵一卒，更没有粮草钱财，手中只有朝廷颁发的一道圣旨而已。那么曾国藩是靠什么组建起了强大的湘军呢？第一，湖南民风彪悍，有尚武传统。湖南古为3苗9黎故地，明清之际战乱频发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。湖南属于多个民族的聚居地，少数民族起事多发，更见北有白莲教渗透，南有道门林立，这导致了湖南士绅很早就开始组建团练的习惯。第二，利益相关，湘军官兵同生共死。曾国藩在建立湘军的时候，正是满清国运危急存亡的时刻，也是中华民族遭遇大变乱大灾难的时刻。湖南的农民山民深受多重压迫与剥削，非常贫穷，很多家庭都是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。如果有机会当兵，至少可以解决个人的吃穿问题，如果混得好，还可以让家里成员都沾上光。而在当时，不是想当兵就能当兵的，所以当兵之人都是心怀感恩。虽然口粮军饷都是公款，但是招募选拔士兵的可是各级军官，选谁是军官的决定，被选上的人当然感激上级军官的挑选之恩了。人身上军官也好，士兵也罢，都是能获得实惠的，比在家里种地强太多了。既然接受了人家的恩惠，那平时下级对待上级自然是有恩情和友谊的。而上了战场，这些人就可以生死与共，患难相许。由于湘军上下形成了呼吸相顾、痛痒相关的血肉关系，这就形成了湘军能征惯战的顽强作风，使得战斗力十分强大。即使在战场上失败，仍然能够迅速地聚拢再战。第三，湘军组建的凝聚核心以及地方特色。曾国藩虽然得到朝廷及地方乡绅的支持，编念新军，但是也遇到了不少挫折。其中王真擅自扩军，并且不听曾国藩的节制，是湘军组建初期的最大一个波折。王真本是一个秀才，也是和江中源差不多同时期开始办团练，到了湘军组建的时期，更是老三营的三营营官之一了。这些资历让王真不甘于在曾国藩之下，他趁着曾国藩回湘乡招募新丁的时机，与湖南巡抚骆秉章结交，向另立新军直属省城管辖。曾国藩反对未果之后，与王真断交，并想尽一切办法限制王真所部发展。此后，王真所统的湘军被称为老湘军，以区别于曾系湘军。经过这次打击，曾国藩在之后的组建过程当中，特别强调湘军统帅和营官间的人身依附关系，真正做到了任人唯亲。曾国藩凭借个人魅力，找来了自己的学生朋友子侄等等，让他们当各营统帅，而各营营官在招募兵勇的过程当中，也秉持了这种做法。这些人再回家去，分别找来他们的亲戚朋友担任各分队的队长，各队长再往下找亲戚朋友建立自己的分队，以此类推，这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就这样建立起来。所以湘军的组建特点就是关系这两个字。1853年到1854年间，湘军录用的军政骨干为79人，湖南有53人，占到了3/4，这样让湘军这支武装极具地方色彩。其实整个湘军都是曾国藩的嫡系，整个队伍里都是亲戚朋友。那这样呢，湘军在打仗的时候，一人阵亡就会出现愤怒一大片的情况。正所谓打虎亲兄弟，
上阵父子兵，所以这支部队的战斗力非常强大。曾国藩正是靠着不服输的劲头，带领湘军一路创造佳绩，再加上地方乡绅的支持，最终打败了太平军，为晚清续命了几十年。顺便说一下，强大的湘军在晚清时期起了3方面的作用：一是湘军消灭了太平天国，二是湘军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，三是湘军在晚清对外战争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比如中日甲午战争之牛庄战役、中法战争之淡水大捷，甚至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，湘军都有突出的贡献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